在二战结束之后，华约与北约这两个全球最大的军事联盟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军事竞赛。为了能侦察到对方的相关军事部队，美国与苏联特意展开了一些关于静音侦察无人机的发展，希望能利用无人机的特性深入敌方腹地进行侦察，使得两国在无人机的发展中着重注意两个关键条件：隐身与静音。隐身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敌方雷达发现，而静音则是为了能让无人机在抵达预定目标空域时，防止被敌方侦测到。如今，美国再次推出一款新型无人机，采用飞翼布局、混合动力，既能载弹袭击，也能执行侦察任务。不过，美国对这个项目极其保密，直到无人机快要研制成功了，相关媒体才逐渐披露这款无人机的部分性能参数。Sheba 的无人机又被称为系列混合电力推进飞机示范，是美军专门进行混合动力无人机研发的项目。从10几年前，美国研究项目活动部门就要求进行先进混合动力推进静音侦察无人机的研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与其相关的无人机研发项目便一直被美国隐藏起来了。而该项目的第一个产物就是无人机编号为 XRQ-72A 的大脚猫头鹰。这款无人机翼展 9.14 米，机长 3.41 米，高度为 1.22 米，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承包，并由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的支持，采用可获得较好隐身能力的飞翼布局，另外还采用了混合电力推进系统。为了达到良好的静音与隐身性能， XRQ-72A 无人机机翼表面的进气口与排气口上面都做了隐身处理，再加上飞翼布局，使得这款无人机的隐身性能非常好。另外，无人机还采用了大量复合材料，能够适应各种环境。不仅如此，为了实现超静音的目的， XRQ-72A 还采用了不同寻常的混合动力系统。中央机身内部安装了2台可以直接燃烧燃料的发动机，来产生飞行时所需要的电量。配置的4个涵道螺旋桨推进器则以横向布置的方式放置在机背后部。在这种电能驱动的帮助下， XRQ-72A 在高空飞行时所产生的噪声，仅相当于日常生活中洗碗机所发出的声音。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超静音与超隐身的目的。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该型无人机的重量，但可以确定的是，类似这种负责情报工作的空中平台，在重量上会有一定的要求。后来，美军又在其基础上发展出另一款同样采用混合动力与飞翼布局的无人机。XRQ-73 无人机从2019年开始研发，是在 XRQ-72A 基础上改良而来，由美国国防高等实验研究计划局与诺斯罗普公司合作，主要由诺斯罗普公司的航空系统部分负责，主供应商为缩比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同时机使研究咨询公司、布雷顿能源公司、PCKA 公司以及伊格尔皮彻技术公司也参与到了此项目当中。DARPA 表示，这是一种飞行重量在567公斤的第3类无人航空系统，配备具有作战能力的任务系统。根据美国军方的定义，第3类无人航空系统的重量一般在25公斤至599公斤之间，飞行高度在1067米至54864米之间，最大飞行速度在每小时185公里至463公里之间。相较于 XRQ-72A，XRQ-73 的尺寸变大了，使得 XRQ-73 内部的空间更大，能够承载更多的燃料或其他设备，可以更有效地执行飞行侦察任务。从公布的照片来看， XRQ-73 同样采用了飞翼布局，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旗下臭鼬工厂研发的 RQ-170、P-175 以及 X-44A 有些类似。在机身中央部分有2个非常明显的进气口，在此前发展的 XRQ-72A 无人机中，机身前部的2个多段式进气口将空气输送到无人机发动机，并由中央机身后部的4个涵道风扇发动机提供动力。而 XRQ-73 则有些不同，2个进气口位于中央整流罩的2侧，而在中央整流罩前部还有2个矩形孔，看起来很像一对进气口。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公布这对类似于进气口的孔的用途。火力军猜测，可能是用于混合动力装置与航电设备的冷却，可以在起飞与降落的过程中为动力装置提供更多的冷却空气。
另外，从 XRQ-73 无人机隆起程度较高的进气口来看，内部应该使用了涵道式推进器，所以燃料发动机应该与 XRQ-72A 类似，不是由燃油进行推进，而是通过发电机输出动力。当然，这些都是猜测，火力军了解到的信息也不够全面。不过，考虑到 XRQ-73 的前身采用了4个尺寸非常大的涵道式风扇 ，XRQ-73 大概率还会使用这套系统，但肯定会对很多方面进行优化。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就是位于中央的大型多面体整流罩，这很可能是一个传感器外壳，能够容纳不同的光电、雷达以及无源射频有效载荷。这种结构也曾出现在 XRQ-170 无人机上。目前，根据官方公布的照片显示 ，XRQ-73 停在机库中，起落架部分被遮挡。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该机采用前3点可收放起落架，主起落架为单轮，前起落架有一个特别大的3键式舱门。除了以上特点以外，最值得注意的应该是这款无人机的动力系统。XRQ-73 机身还使用了隐身涂层，使其在红外、声学、光电以及雷达信号等方面的特征比较弱，可以大幅增强战场生存能力。混合动力系统结合燃油发动机与电动马达，可以提高燃油经济性与其他优势。加装电池还能有助于进一步在更安静的全电模式下运作。首先，混合动力可以通过内燃机为电池充电，可以有效增加无人机的飞行距离与巡航时间，这在需要长时间执行任务的应用中非常有效，比如执行监视或通信中继等任务。其次，电动推进系统在低速与续航飞行时拥有比传统内燃机更高效的动力输出，在低速与巡航飞行时可以使用电动模式，在需要更多动力时可以切换到内燃机模式，从而整体提高无人机整体燃油的效率。然后，电动推进系统在运行时拥有比内燃机更高的静音效果，不同于民用航空平台所使用的混合动力。XRQ-73 仅在起飞与降落过程中使用燃料发动机提供动力，在靠近侦察区域时还能关闭燃油发动机，改用电池组提供动力，并由此转入低噪音非常阶段。理论上来说， XRQ-73 所使用的混合动力系统能为美军提供更大的战术优势与作战灵活性，可以根据特定的任务需求定制动力系统配置，还可以根据不同的飞行条件和任务需求调整动力输出。例如，在风力较大的情况下，使用内燃机提供额外的动力，可以在中等威胁环境下执行作战任务，比如中东或俄乌这种争议上空进行长时间的情报侦察、战场监视以及其他任务。另外，考虑到该机型可能携带不同载荷进入任务区域，不排除执行其他任务的可能性。最后就是减少排放了，混合动力系统可以减少无人机的碳排放，尤其是在电动模式下运行时，可以实现零排放飞行。DARPA 表示，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将进行 XRQ-73 的试飞。诺斯罗普公司表示，目前该项目的总体目标就是利用混合动力架构与组件技术，快速完善以新任务为中心的空中平台设计，并以此证明 XRQ-73 可以快速装备美军，并满足未指定的紧急作战需求。根据美军对无人机的命名来看， RQ 系列的无人机主要用于情报、监视以及侦察，当然也不排除可以执行其他任务。毕竟现阶段美军装备讲究的是多用途、全方位的，这不仅仅是为了增加武器系统的通用性，同时还能降低列装装备的成本。考虑到这是一架非常安静的无人机，完全可以前往某些敏感区域的上空。此外，该型无人机的续航里程也超过其他的无人机，所以也是执行远距离持久任务的理想选择。所以火力军认为，该系列无人机最有可能负责美军无人机系统的层次任务，其级别应该低于 RQ-170， 但高于弹射型小型无人机。值得注意的是，这款无人机虽然使用了飞翼布局，有明显的雷达隐身设计，但不太可能会归为隐形空中平台的行列。虽然采用了混合动力、红外声学等方面的特征也相对较少，但其雷达隐身性能似乎只能适用于中低等威胁环境。而且有效载荷也与成本相对应。由于 XRQ-73 无人机的项目是美军比较机密的项目之一，目前美国尚未公布 XRQ-73 的电池组、容量、发动机功率等信息，再加上美军尚未进行试飞验证，所以外界尚不能确定 XRQ-73 的未来发展情况。不过，军用装备采用混合动力正在成为各国发展的新方向，无论是地面的装甲还是空中的无人系统，都能在战场上显著降低自身的某些特征。而采用混合动力的无人机对重量的限制还要更低一些，更强调整体性能。对于这些无人机或军用飞机来说，推力足够强大的传统涡喷涡扇发动机能够在起降阶段提供更强大的动力输出，等到了敏感空域之后，切换到电机推动，能够满足军方对静音与低特征的需求。
按照计划 ，XRQ-73将在今年试飞。美军认为 XRQ-73将为混合动力运用在军事领域铺平道路。不过 ，XRQ-73采用的混合动力装置与涡轮风扇推进内置技术，将在多大程度上降低无人机的可探测性，目前尚未得出结论。XRQ-73在战场的隐身能力与情报收集能力同样有待验证，这一切估计要等到美军真正试飞之后才能明白。但火力军想说的是，虽然 XRQ-73在本质上可能并不引人瞩目，但仅凭对这种无人机的需求和其具备的独特推进系统，它就可能最终成为一款极其重要的飞机。你们觉得混合动力的武器装备在面对传统燃油类的武器装备时还有哪些优势？另外，混合动力能否成为未来武器发展的主流方向之一？欢迎在评论区说出您的想法。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